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第二味药滑石。那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一定用过，而且是从小用到大的，从 baby 的时候就用了就是爽身粉这个爽身粉里面呢，就是有滑石的成分了一般讲到这里呢，大家就会吐槽了中医给病人吃屎吃尿就算了，竟然还吃爽身粉这里就要重点讲这个中药里面的滑石粉跟工业的使用是不一样的虽然它是原材料一样，但是它加工方式不一样所以它就用法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朱砂中医会用朱砂嘛但是如果你朱砂拿去加热，它就变水银那个就不能用了，那个是有毒的，是吧所以加工方式的不同这个良药跟毒药它就有差别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怕但是你买的时候你要去药房买滑石粉你不能去工业那边买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滑石粉大家看就我手上这个是不是特别像那个 baby powder 这个就是药用这个煮了呢就可以治病，而且效果很好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临床也是很喜欢用的那么当然了，这个药呢除了内服以外，它其实也可以外用是吧？很多用途，比如说你止汗汗疹这种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本草经原文，叫做味甘寒。这个甘字呢也是一个功效的一个归类我们说甘味家族嘛不是说这个味道它是甜的大家试看就知道它没有什么味道而是说这个中医把这个能够缓解急症而且药性比较缓和的药呢就归类为这个甘味的家族所以我们讲到甘就知道了，这个药它是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药那么寒呢也就说明它治疗热症很有效了。那么什么热症？本草经就接着说主身热泄癖我们一起把它读完了。女子乳难拢闭利小便，当胃中积聚寒热易经气。好，这个身热呢，身热就是发热发烧因为什么发烧？这里说是泄癖。泄癖的意思呢，在古代就是拉肚子腹泻可能感染了细菌病毒拉肚子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药呢它可以治疗肠道发炎引起的发热腹泻身热泄癖，对吧？所以后面他也说到这个胃中积聚寒热，可以当胃中积聚寒热嘛。这个胃呢也是消化道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胃心下这个胃，不是那积聚寒热说的就是感染发炎古人很有意思积聚就是说邪气感染病灶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这个致病因素。那寒热呢就是感染引起的表现，我们说恶寒发热，是吧所以积聚寒热就代表了一个感染的情况了，就是消化道有感染。那么大家记得我们上一集才说到这个芒硝，它也可以治疗这个消化道的急性感染，是吧？那么怎么区分这两个药第一个就是症状芒硝呢它属于泻药，而滑石呢它属于止泻药。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病人他有腹泻的情况，一般就不再用这个泻药了。但是有例外啦，有例外有例外就要注意听就是腹泻不够的情况可以用大家知道中医有一个通阴通用的道理就是看到这个病人他本来就是拉肚子了但是我们还给他用一点泻药，帮助他疾病好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医认为这个腹泻是病人他在排邪气，这个是人体正常抗邪的一个表现，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那排完了那个病就会好了。所以有时候病人在身体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腹泻不够的情况下，就会适当用一些泻药促进这病情的好转但是这个尺度是要拿捏好的就是病人他的身体情况一定是要比较强壮。另外用的泻药呢也是有层次的如果是比较轻的，那我们可以用缓和一点的不一定非要用芒硝那么猛所以这个是法外之法大家要留意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这个病人已经腹泻很多次了我们就不再需要给他用泻药了，是吧？因为这个泻得太严重也会引起脱水营养不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我们要关注这个病人的这个正气不能一味想着腹泻是排泄气，然后就一直让他拉，那个也不行所以中医是讲这个中正平和之道，最重要病人的正气够不够要注意这一点啦。所以在腹泻的情况下呢，中医它就要根据这个病人体质的情况
以正气为主，强的可以用泻药，弱的呢就要稍微补一补，或者是补泻一起用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闭门留寇闭门留寇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家里进了贼那我们不把这个贼赶跑出去，我们反而把大门关起来把贼留在家里面了，那个就不行了嘛，是吧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排邪气很深的时候，我们就用补药，反而会把这个邪气留在人体里面，所以中医就很关注这个，绝对不能这样不能用止泻药补药就要小心用了，不然你不小心用的话就会变成慢性病了但你的这个病情就很牵延，很难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药滑石它就比较特别了，它虽然可以止泻，但是它是没有闭门留寇的这个坏处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不是补药现代医学有一个治疗腹泻的药叫蒙脱石散它是一个矿物药啦。这个药怎么止泻的？它靠的就是它吸附的能力它粘附的能力。你看大家看这个滑石它靠的也是吸附的能力大家做过面团就知道我们揉面团搓面粉是吧？面粉加了水如果我们把手放进去面团里面揉的话，那么整个手都会被粘住是吧？很多这个面团，这个蒙脱石散也是这样的，它吃进去以后会进入我们的肠道，它会粘附这些引起感染发炎的细菌跟病毒还有其他毒素的所以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绝的作用，物理的作用同时呢，它又可以粘附在这个破损的消化道黏膜上面，帮助消化道修复等于说它是把这个坏人困住，然后又帮助这个人体修复这样的一味药。所以滑石的功效也是这样，但是滑石它比蒙脱石散早发现了至少2000年以上所以不要说中医没有高科技没有科学其实中医是非常高明的，非常高明那么中医一般它不会单独用滑石它还会加上这个甘草，我们称为6:1散。6:1散它是一个比例啦，6就是说滑石6这个甘草1这样的比例，专门治疗什么？就是夏天因为饮食不良引起的拉肚子、水土不服这种情况很有效因为为什么要加甘草？因为甘草它有消炎、抗病毒细菌的作用，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到的。因为单独用这个滑石治疗腹泻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原体它没有真正的排出去它只是把它隔绝开吧还是需要靠我们人体肠道蠕动把它排出去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看到这个腹泻好了就暴饮暴食，然后是胡乱作息还是要注意养生调护所以这时候加上甘草呢，就是增加人体的这个抵抗力这个是道理在这里。那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中医已经很厉害了是吧？特别先进了是吧？但是更厉害的在后面因为我自己呢是很少用这个滑石治疗腹泻的，因为有其他更好的药有更好办法所以我们过后也会讲到本草经就说女子乳囊冷闭利小便，这女子乳囊讲的是一个现象，是一个 bonus， 我们讲一个副作用，不是滑石的直接作用乳囊就是讲这个妇女她的乳汁分泌有这个困难，很难排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知道我们古代女生这个生孩子条件是比较不友善的，真的是过一次鬼门关，真的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抗生素，所以很容易感染尤其以前的人还有产后不能洗水、不能冲凉这种情况，所以很容易不卫生，就造成感染发炎加重而且女性她的生理特点是这个肛门和尿道特别靠近这个阴道，挨得很近，所以往往这阴道的细菌病毒就会引起这个尿路还有这个消化道的感染了，还会往上跑是吧？我们叫上行感染那只要感染呢，人体就会进入这个交感兴奋尤其发烧吧，刚刚讲生热泻脾，发烧的时候这个肾上腺素大量分泌那么呢就会影响到这个乳房乳汁的这个分泌了。所以这里我们举一反三我们就知道有时候没有奶水的问题它并不是因为营养不够或者是说这个物质不够，而是说人体能量的分布被影响了，人体的生存模式不一样在压力状态下哺乳是不可能很顺利完成的。所以好像我们现代说这个代谢病肥胖有时候我们单纯从物质上面上来看觉得这个人吃太多减肥很难减，其实未必是这样的光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是治不好这些慢性病的
我们临床就发现很多这个情况都和慢性发炎有关，比如说我们讲肠道发炎、血管发炎、尿路发炎这些只要人体有这个感染发炎那么生存模式就是压力状态就会囤积脂肪所以就打不开这个积蓄能量的这个关口了所以只要我们把感染治好呢，把这个人体生存状态改变了，很多病就会自己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这个伤寒论的原因。因为这本书它是专门讲治疗感染性疾病的，而且范围包括了很多看似与感染无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讲中风老人痴呆心脏病糖尿病，这些其实都和慢性感染有关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积蓄能量的关口打不破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话说回来了，滑石治疗这个女子乳囊是间接作用，那直接作用是什么？就是《本草经》后面说的拢闭利小便这个也是我最常用的地方了。拢闭是古代的病名，就是小便不顺畅为什么？感染了嘛感染尿路感染以后，尿急尿频尿余沥，就小便感觉好像排不完，感觉还有现在医学习惯用抗生素吧，是吧？但是我们临床观察，一部分人它的效果不太好，尤其是很容易反复为什么？因为抗生素它是直接杀害这个细菌的，细菌容易产生这个耐药，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是想着用抗生素用中医的方法有时候更简单，就用滑石。怎么治疗的？《本草经》它就点出来了，叫做利小便通过利尿把这个病原体排出去。所以你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都可以靠这个尿液它冲刷出去，把它排出去所以中医它用的是不对抗的方式，是用疏导疏散这个是中医高明的地方。因为中医知道你对抗的话这个置敌人于死地那么一定会有反击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所以中医它用的对策就是把细菌病毒排出去给它去别的地方生活不要来我们身体就可以了所以中医是人术，古代讲人医人术嘛它不只是对人，这个对病原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滑石粉呢，我自己呢是时常带着的。大家看这个滑石粉，我自己是时常带着，因为女生很容易出现尿路感染，这个是因为她生理的这个特征嘛。所以只要发现有尿路感染的这个迹象我们只要早一点用上，基本上1天就能好，反复的次数也会少很多很多。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女性也可以常备这个滑石粉。怎么吃的？一般轻微的感觉你小便不舒服了你自己有感觉好像小便尿频，然后好像排不全刚才排的好像还有感觉，那么我们习惯的就拿一杯凉茶这个凉茶是菊花罗汉果什么都可以温热的啦，然后拿一勺这个滑石粉，一小勺搅拌进去，溶解了过后融化了过后拿来喝就可以了。一天喝个2-3次是没有问题的快的话1次就能好，慢的话可能要2天那不需要煮所以特别方便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已经发烧了那么有些人去医院嘛，那么你不去医院的话，我们自己治疗也是可以的，那就用多一点这滑石粉，用3勺左右，3汤匙大汤匙然后我们拿个茶袋包起来，茶袋包起来加一些甘草、罗汉果、菊花煮水喝这个也可以很快治好。这个煮水喝你就当做代茶饮，我们说叫做白水，这样子喝，多喝几次。那么如果没有茶袋也没有关系的只是说我们煮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个药粉搅拌均匀溶解开，然后煮好的药呢，这个药粉它会沉淀嘛，沉淀我们就不喝这个沉淀的药粉我们就喝上面这个煮出来的水就可以了这个不用药袋煮的话自己是没有事的但是如果别人看到就不太好，因为为什么？因为煮起来好像肥皂水这样，很多泡泡不太雅观不过效果是不影响的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宿舍里面煮就引起别人误会，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最后我们再提一下这个《本草经》后面讲这个益精气，这个也是间接的作用，因为滑石它不是补药，大家要注意，它不能直接提高人体的这个精气，它是什么？它是通过治疗感染以后恢复精力。我们生病的时候说是不是会这个精神体力很差，是吧？所以很多精神差的人西方说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其实中医看很多都是慢性感染所以只要找到这个病灶用中医的自然方法去治疗，就可以很好的治疗了其实也不是什么疲劳综合征其实就是慢性感染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个是滑石，它可以治疗腹泻尿路感染，而且是中医治疗尿路感染的特效药，绝对是特效药
副作用小，反复率也很低大家不妨用一下。那第二点就是整体的思维，我们说很多整体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乏力、没精神、肥胖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看似没有关的，比如说中风心脏病什么，其实它都有一个局部的病灶，或者是慢性感染发炎的部位。只要我们针对这感染病灶处理人体的状态改变了蓄积能量的打破了，那么能量分布它就会回到正常，代谢力它就会恢复了。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树木就忘了树林就盯着那个问题就看到中风就看到是中风，那绝对是不行的我们要整体辩证。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是时时带着这个整体观去看病人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中医对抗这个病原体感染的这个方法，都是用疏导、发散、疏散不是直接杀的。因为你如果杀的话，这细菌病毒一定会反击，它逼到绝路了，一定会进化那到时候你再杀就杀不了了到时候就更可怕了，是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按赞，也把视频分享出去如果有看法的话呢，也可以留言说说你的看法互相交流那我们下次再见啦。